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此处有痣必是富贵之人。从相学角度来说，人身上的痣大都是有一定寓意的。一般来说，手心手背有痣均为吉象，预示其人能够掌握实权，有智慧，善于拓展人际关系，会有较高的声望，而且还是长寿的象征。不过在手的不同部位的痣，其寓意也是各有不同。那么究竟它们有什么区别不同呢？下面小酱汁为大家分享。一、手背有痣。相学上说，手心主富，手背主贵。如果手背上生有善痣，表示你颇善于理财，而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，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。再加上手背肥厚的话，那更代表了你的天资卓越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辉煌腾达的际遇，尤其是老年的时候。但假使是颗恶痣的话，那表示你会发生家庭纠纷，夫妇亲子之间经常会有摩擦，而且是一个颇神经质的人。二、手掌有痣。一、掌心有痣。老人们常说，掌心有痣的孩子一定会大富大贵，好运连连。还有一句俗话说，掌心有痣端金碗，脚心有痣踩金板。也就是说，手掌中心长痣主富贵，代表大吉，同时也是个能力强的管理者。这类人往往做官的会升官，经商的会旺财，总而言之就是顺心如意，极少烦恼。二、金星丘有痣。这个地方有痣，说明你的富贵来自于爱情。你在单身的时候，可能在财富和事业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普通的，但是有了爱情，开始恋爱之后就有了起色。金星丘有痣是催生你财运的，在爱情为引的情况下，激发你的富贵。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多放心思在锤炼自身的条件上面，身体条件和气质条件。这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快点找到爱情，是真心的爱情，不是只有一点感觉的爱情。三、木星丘有痣。这个地方有痣，说明你身体在这方面是极好的。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是强壮的人，但是却会有很不错的气运，很少会生病，能够健康长寿，而且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很顺利。假如能潜心在某个范畴钻研，不只能成为该范畴的佼佼者，而且能够凭借该范畴赚到的钱财成为一代富豪。四、土星丘有痣。有此痣者对金钱具有长远考虑，但由于把金钱看得过重，反而造成烦恼。若是对金钱之事能随遇而安，则生活更为顺畅，同时在感情问题中也过于现实，导致一生难得真爱。五、太阳丘有痣。有此痣者代表这个人非常的努力，能够吃苦耐劳，做事能够坚持到底，一辈子的工作运势还算不错，但是家庭运势不太理想，生活当中容易出现一些麻烦事儿，有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和家人起口角之争。六、水星丘有痣。水星丘有痣的人一般性格都是比较极端的，他们通常做事都很没有分寸感，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，所以有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反正自己的感受最重要。他们丝毫不理会当下做的事儿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是比较自私的，不会顾及他人。七、月丘有痣。有此手痣之人多，在感情中过于敏感，则被他人利用。人情世故处理若多信任于小人，则导致你在事业中有所不顺，因看清他人真实目的，则对你事业有所改善。纵然与他人有争执之时，也需藏于心中，不可被他人看清，否则对你事业发展有不利。八、第一火星丘有痣。如果手上有此痣者，感情上容易受苦受累，比较的坎坷，常常为情所困，陷入到暗恋或者没有结果的感情纠葛之中，最终都很难修成正果。九、第二火星丘有痣。
长有此志的人一般心胸非常的狭窄，气量狭小，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小心眼，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容不下别人，心里也装不住事儿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，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受到伤害，严重者甚至会众叛亲离，姻缘和财运都非常的差，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劫难，最好点掉。3. 手指有痣。1. 大拇指有痣。在手相学中，大拇指有痣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势。大拇指有痣的人表示自己的父母是事业上的贵人，对我们的事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这样的人事业心非常重，属于工作狂一类，经常会为了工作努力奋斗，不会偷奸耍滑，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责任感，在工作比较容易获得领导的肯定与重用，还有同事的帮助和支持，有利于你在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，给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。2. 食指有痣。食指是最接近大拇指的，所以食指有痣的人，他的贵人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，也就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上，自己兄弟姐妹能够给予助力，推动事业更进一步。这样的人好胜心比较强，平日在生活、学习以及工作中会非常努力，在学习上属于学霸之类，如果能够坚持完善自己的能力，加上兄弟的帮助，想要做成一番事业指日可待。3. 中指有痣。中指长痣的人性格大多数都比较强硬，自己决定的事情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所更改，而生活中的这种行事作风过硬，会让他们得罪不少人，但是同样是因为这种行事作风，也让他们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，所以这类人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的，是会非常容易得到成功的人。4. 无名指长痣的人。无名指长痣的人一生的桃花都会特别的旺，很容易在生活中得到一些人的悉心照顾，而且异性对他的吸引力根本无法抗拒。这类人也许一生都不会有太大的作为，但是因为异性缘极好，很容易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找到一个身家不菲的对象，因此生活质量是绝对不会太差的。不过如果自己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对于无名指有痣的人来说，远不如和豪门结合来得痛快和轻松。5. 小手指有痣。小手指长痣的人性格非常的柔软，女性是一乖巧型的女子，非常容易让人升起保护欲望，而男性也阳光灿烂，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如沐春风。这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，无论男生还是女生，他们都会深受异性的关照和喜爱，即使并没有做情侣的意思，也同样会有异性朋友成为他们一生的贵人，所以这类人是非常幸运的一类人。不过他们都不太适合自主创业，如果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公司做事，他们会有很大的成就感，也同样会获得相应的地位。4. 手腕有痣。代表了你转数不够快，或者工作上手较慢，但这不是事实，只是总会给人这种感觉。但当你稍微成熟及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才华才会慢慢展现于同事眼前。只要有此机会让你发挥，则以后的时间将是平步青云之时，但若是遏制的话，则别人永远认定你是无能之人。而且你真的是在工作中表现得懒散，难以集中精力，而且缺乏信心，唯有做自由职业会比较好。无论手上哪处有痣，都需要结合自身的条件，如果手上的痣有不吉祥的象征，可以依靠其他地方来减轻或者消除这部分影响。具体如何操作，可以找一位相学大师进行讨教。看手纹，手相决定你几岁能发达，拥有这手相，中年发福也发财。成天在做梦发财有什么用？不如来学点东西，至少早一点就知道自己离发达还有多远了，奋斗才有动力。如今教你如何看待手相决定你几岁就能发展起来，有了这手相，中年人就有了福。
以命运之线起自智慧线，而向上延伸，这类人多半能在中年之后有所成就。缘分线起自然感情线而向上延伸的人，虽然在早年、中年时期运气不佳，但工作时很辛苦，但多半过了40岁之后就会逐渐好起来。二、感情婚姻白头到老，生命线差些，24岁前容易发生大病手术的事情，事业方面有贵人，24岁左右有好机会，但注意命里有小人。三、拇指和无名指都是窝纹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少年时生活艰苦，但只要肯努力，到了中年，到了老年，就能获得地位和财富。四、天文感情线，1号与地文生命线，2号合2为1，即断掌。这类手相的人性格刚毅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对事情的判断都会尽善尽美，偏财运很旺，金融理财投资可以积累不少财富。古代的相术记录中说女人断掌会夫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这种手相的人的确生来就有财运，再加上自己的努力，中年发财，注定了财富昌隆。第二，手相看贫富，漏财与聚财，从手相中看是否漏财，大体有以下4点。一、看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2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。二、看手的薄厚，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，手掌肉厚，掌肉嫩，当手掌展开时，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，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，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。而漏财的手上肉少，显得干瘪单薄，手掌展开，手心是平的，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，几乎是一点不存。三、看手指缝，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，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，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，因而存不住东西。手相也是如此，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，看看你的指缝，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，就说明不漏财；如果出现了指缝，则说明漏财，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。四、从手相上的财运线，破财纹。财库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。一、财运线，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竖线是财运线，财运线如挺直清晰者财运好，纵然现在贫困，以后也会财运好转。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，如果其他线条欠佳，没有配合财运，也将逐渐变坏。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，财运线有缺陷，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，曲折不直等，表示金钱运较差，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，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、生辰八字秘制的5路财神招财符催财转运。参考资料：5路财神招财符、开财门符。二、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2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三、财库，手掌肉厚，掌肉嫩，当手掌展开时，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，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，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。而漏财的手上肉少，显得干瘪单薄，手掌展开，手心是平的，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，
几乎是一点不存。4漏财手，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，看看你的指缝，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，就说明不漏财；如果出现了指缝，则说明漏财，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。第三，12种负命人手相特征。1. 手如干姜，家道必昌。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，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。真正的解释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在人体里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肝变动在握。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骨，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。肝为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，肝就像一位大将军，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，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。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，有勇气，敢闯敢拼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有勇有谋，敢为天下先，不畏艰难的韧性。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。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，和他握手的时候，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。女人手如干姜，兴家之人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。拇指分眼纹边缘闭合不佳，影响运势。嫁的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，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，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，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，波折较多。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，教子有方，多数子女成才，晚年孝顺父母。她们一生都勇往直前，不会简简单单地被困难打倒。她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，也正是她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。哪怕她们1分钱也没有，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。她们懂得抓住机遇，赢得成功。2. 发达的财纹。手财纹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。有这种手财纹的，通常是能够守财的，理财能力也很好，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选择适当的投资。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，守财纹。守财纹是手相论财富最重要的纹路之一，此纹最易判断人的一生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，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，一举中的。凡大拇指第2指腹中有横纹均算守财纹。守财纹即代表有财且能守，守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也守的财多。守财纹短代表入财小或不易守财。没有守财纹，晚景可虑，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，到年老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，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。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，能够构成大的4方形或者3角形的话，便称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，便会赚取很多钱财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3. 太阳丘隆起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，颜色明润的话，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，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存得住的钱，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。4. 理财纹身长。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，叫做理财纹。理财纹长得身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，无论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，还是自己投资理财，都会赚取很多财富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。5. 手中多财库。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
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6. 手心挖弼星家。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，劳付出，宫地狱。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，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，反而付出其湿，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。这是一处火穴，火在人体主心，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。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，心地善良，富于献身精神。在集体当中，劳宫学代表大领导，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。那么什么样的劳宫穴好呢？就是手心要凹陷，凹陷的手心劳宫穴最发达，而突出的劳宫穴力量最薄弱。手心如果突出，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，很难遇到机遇，没有贵人提拔，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。女人手上有此象，时有久难，穷苦命。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命运差异，所谓同人不同命。有一些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，成长的过程可谓是一帆风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取得成功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了，在许多方面都很难有好的发展，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整个人生充满了阴霾与灰暗。今天我们通过手相角度来看，女人苦命的手相有什么特征？一、没有智慧线。智慧线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智慧以及聪慧程度。如果没有智慧线的话，说明此人是比较平庸的，身上没有什么闪光点，脑子也不是很灵光，说话做事给人一种很模糊的感觉，能力一般，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，尤其在工作当中很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所以就导致收入不佳，生活状态较为坎坷，一生碌碌无为。除了自身命格不好之外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大多缺乏上进心，喜欢安于现状，所以也就导致注定与富贵无缘。2. 掌色暗沉。有福之人的手掌颜色大多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而命苦之人的手掌则青筋凸起，掌色暗沉。这种类型的人气色不是很好，身体状态也不太稳定，容易被疾病缠绕，并且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意外的概率也非常高。掌色暗沉的人生性胆小多疑，做事不够果断决绝，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拖延浪费时间，因此会错过很多好的发展机会。再加上自身健康运势不佳，中年时期容易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生活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坎坷多磨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以过上安逸富贵的生活。3. 智慧线有分叉。在手相学当中，如果智慧线有分叉的话，说明也是非常命苦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虽然善于理论和思考，但是往往会想得太多，给人一种优柔寡断，做事不够决绝的感觉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自我意识较强，平时固执己见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懂得顾全大局，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。他们的自私导致在生活当中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属于感情观比较淡漠的人，所以就导致情感之路异常坎坷，生活状态劳碌奔波，可是即便努力打拼，也始终与富贵无缘。4. 智慧线有杂纹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了很多杂纹，说明这种人缺乏智慧，考虑事情比较片面，头脑反应迟钝，很多时候会因为考虑不周到而出现差错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发展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性格执拗，不喜欢将别人的建议听到心里，所以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很坎坷艰难，
可以说是非常命苦的征兆了。5. 有漏财纹。如果手相中有漏财纹的话，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差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赚钱能力并不差，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，也会因为听信他人或者是缺乏主见而导致财富流失，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大的亏损。有漏财纹的女人守财能力是比较弱的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懂得节制，没有理财观念，所以即便家大业大，到了她们手中也会逐渐衰败。6. 手掌僵硬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非常僵硬，并且给人的感觉削薄无肉，这也是漏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生活比较的苦楚，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苦难，身边无人给予帮助支持，凡事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。这种手相的女人一生操劳，生活波折坎坷，尤其是婚姻关系方面，与丈夫的感情淡薄，无法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，婚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7. 感情线短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感情线很短，没有超过中指的下方位置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在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坎坷不断。虽然对待感情的态度很用心，也很舍得付出，但是识人不清，总是遇人不淑，不仅因此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坎坷，同时也会损失很多珍贵的东西。感情线较短的女人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尤其在开始一段恋情之前，要考虑清楚两个人是否合适，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诱惑。8. 生命线断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线出现了断裂的情况，说明健康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命格较弱，很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，给她们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另外，生命线断裂的女人本身心态不是很好，平时容易患得患失，缺乏安全感，尤其在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抱怨的情绪，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消极低迷的。这种不良的情绪也会给他们的健康造成影响。9. 断掌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断掌也是非常不吉利的手相。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命格较差，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与磨难，并且她们在婚后也会给丈夫的发展带来克制，即使两个人感情深厚，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各方面发展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成就。10. 手指缝隙大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指比手掌长，并且手指中间的缝隙比较大，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是比较命苦的。手掌有缝隙是典型的漏财之兆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，即便通过努力得到了一些收获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财富流失。另外，手指长过手掌，说明生活是比较艰苦的，属于典型的劳苦命，家人无法给予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生活依然穷困不堪，很难有起色。另外，从健康角度来看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比较虚弱，尤其到了中年时期，很有可能会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比如脑梗、心梗等等。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往往没有任何的征兆，会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。11. 事业线较长。事业线较长的女人大多很有事业心，在工作当中非常拼命，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，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打拼，很少有时间休息。不过，这种类型的女人虽然工作能力强大，但是情商很低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不懂得讲究方式，很容易得罪人，时常被领导视为眼中钉，尤其对于女性领导，很有可能被对方处处施加阻碍，让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是艰难。事业线长的女人虽然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但是家庭生活却是非常不顺的，由于忙于工作，对家人疏于照顾，
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，无法从孩子身上得到回报，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孩子越来越叛逆，对他们更是不尊重。这种类型的女人，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福的，与丈夫的感情也很淡薄，可能会出现第三者插足的情况。12. 婚姻线有开叉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如果手线中婚姻线有较多的开叉，说明在感情方面发展非常的不顺。俗话说，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，婚姻不幸福也就意味着生活将会变得坎坷艰难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对待感情的要求很高，如果丈夫有做的一点不对的地方，就会无限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。他们很少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遇到问题也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从来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一生磕磕绊绊，很难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。另外，他们对家人是很舍得付出的，但是所有的付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。以上这些信息都是从手相中得到的，但也并不完全代表你一定会穷一辈子苦一辈子，还需要结合你自身的其他命理情况以及个人努力来看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以上这些，太认真，反而贪图享受，好逸恶劳，即使命再好也是穷苦命。相反，若有以上特征，也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